2022年，在一幢遗世独立的海边大楼里，开始推理吧开启了推事11号公寓的故事。1、2、3，时隔1年半，开始推理吧第2季正式回归。我是白宇、刘宇宁、周柯宇。我是迪丽热巴，我不太擅长动脑子，所以我就希望节目可以多一点害怕。我是张凌赫，希望各位老玩家可以照顾我一下，我真的胆子很小。我是王迅，哎呀，终于有机会，我变成了一个新人，再带带我们，哎呀！6位玩家组成成长型推理团，开启养成系冒险推理之旅。合理摸鱼推理王，开始推理吧！乐什么你们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推理团将穿越到异时空世界推证的4个时空。20年代，街巷烟雨，旗袍飘扬，让人闻风丧胆。你骗人，我清醒得很。那他们要骗你呢？我们自己会判断。你不渴望真相啊！80年代，时代拐点，下海热潮。尽工作，爱工作，没有工作活不下去。你公司多少钱？你管我？5位数。所有公司的钱都归我管，这是你的重大失误，肯定公司要把你开了。那我一个小职员，他为什么要搞我？千禧年代，娱乐兴起，生机焕发。同学们，我在洗衣房看到怪物。未来时代，科幻赛博，记忆互联，每个时空都将发生数个案件。玩家联手寻找真相，推证背后的秘密。这是这个组织的标志，咱们可以去仓库。快！开始推理吧第2季游戏规则：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，进行探案。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，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被其他玩家发现。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季加入全新玩法，作为真凶的玩家如果通过某个考验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，将其黑化为 X。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。游戏胜利条件：探案结束后，玩家进行真凶投票，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，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。反之，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，我们将跟随玩家穿越到1924年，开始推理吧！我叫巴丽，是推证的服装设计师，也是少帅101品牌创始人。在这个时局动乱的年代，推乐门是镇上唯一的安乐之所。这里每晚歌舞升平，繁花似锦。而今晚，我将带领少帅101品牌特邀模特，举办巴黎时装周的闭幕表演，对我设计的服装进行集中展示。心意穿上让人着迷，你就刚好上火。眼神不敢错过，怕买不到两货，习惯真的chân我。你想有新突破，我善良放手，别遗憾错过。穿上我的细腻，勾人眼球。
有请巴黎时装周的几位主角给大家做下自我介绍。各位在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推正的服装设计师，一心搞事业的裁缝姐，我叫巴丽。掌声欢迎巴丽。本人巴丽，关门弟子，明白有才，裁缝的裁，师徒协心，共同制衣。哦，您讲话都很有特点啊，是这个4字的，可能对成语有一些研究。略有研究。来，贺少帅。我呢叫贺少帅，是咱们推正最具有话题的人物之一。推正的，对，10个人中呢9个人吃饭的时候都讨论过我。没错，热搜体质，对不对？也是，然后黑热搜体质。我呢是巴黎的御用模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巴黎的少帅101品牌。我们霸榜推正的话题一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帅101的 VIP 客户。也是推正品味一流的讲究哥柯少帅。讲究哥柯少帅。宁少帅。大家好，我是我们推正公认第1好的哥宁少帅。宁少帅，您是巴黎女士的哥？没错，妹妹。哎，哥。好，欢迎宁少帅。好了，5位先请入座。好，来。各位，很荣幸能够在今晚跟大家相聚在我们推正最繁华快乐的地方——推乐门歌舞厅。在下乐爷，正是推乐门的老板。那么，除了刚刚的嘉宾，还有一位推乐门的唯一驻场男歌手王传说。欢迎王传说，谢谢。此外呢，我们的隔壁的邻居今天也到场，他们就是来自动脑堂的实习郎中们。他们也都是少帅101的忠实粉丝。今天我们不仅脑洞大开，而且我们的表演也开始了练。那众所周知，巴黎时装周马上就要落幕，这个少帅101太好了，连续7天霸榜了我们推正的微博热搜，而背后正是巴黎。短短1周时间内，我们就收到了这么多的定金。哇！这里面足足有20条车轮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在巴黎时装周之前，我要先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在今晚的8点之后，推正将会戒严48个小时。所以未来的48小时，诸位呢是无法离开我们的家乡。你们的衣食住行，我乐意包，好不好？灯光是不是有问题？咋了？别吓我，别吓我！喂，什么东西啊？有个鬼！你先后。这谁说的有鬼啊？长发魔女。他在哪儿？在哪？什么东西？台上！哇，好厉害！他好远呐！啊，
机械舞跳得真不错。人呢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这样嘛！我的天哪！哎嘿嘿嘿！诸位，刚才都没有受伤吧？还好还好，心里边受伤了。刚才那个是长发魔女，已经在我们推镇连续骚扰我们很久了。大家看，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是我左臂上的伤，就是长发魔女弄的。挠的还是？我只感觉到很痛。跟刚才我看他那个爪子好像挺厉害的。啊，是练过9阴白骨爪吧？你们是不知道长发魔女的事吗？有什么传说吗？我们推镇日报呢有一些刊登的报道信息，诸位可以了解一下。长发魔女夜袭推镇，镇民人心惶惶。从1923年2月至今，每当暗夜降临，推镇便会笼罩在长发魔女的恐怖阴影中。她的长发让人闻风丧胆，能轻易席卷一切。记者勇敢接触了那些与长发魔女不幸擦肩而过的居民，其中一位3家巷的居民颤抖着描述：虽未直面魔女，却惊觉厨房的美食佳肴一夜之间烟消云散。偷吃的呀？偷吃的。哦。镇上很多服装店也遭其祸害，新款服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个长发魔女，她的来历以及她的鬼魅行径，镇民们既好奇又恐惧，人心惶惶，纷纷担忧着长发魔女下一次席卷的，就是人的生命。有点吓人呐！钱！啊！原来就为了钱呢！把20根金条偷走了，那怎么办？巴里，想对您说声抱歉，我也不知道会突然。抱歉没有用啊，这是在你的推论门，我的钱全丢了。这个金条的事儿，我会追查到底，您的损失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现在外面连下3天的大雪已经停了，诸位住在3家巷的贵宾们可以先有序的离开了。6位贵宾就先留在我们推乐门，明早8点，各位一起在这里共享早餐。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就在上面的老板房。各位晚安。哦，好的，行。宁少帅在这儿包间，贺少帅在那儿，在那儿。钱就没了，不会有人偷钱包吧？一会儿。全村的鸡都生病，整村的人都睡过了头。哎呀，累了。早啊！早啊！哎呀，几位少帅，怎么样？休息的还可以。哎，是只有我们吗？等着乐爷吃早餐吗？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乐爷，平常比较准时的。他住哪里啊？说有什么事儿到2楼去找他嘛。你找一下吧。老白，你很可疑呀，走那么快。我为什么走得快就可疑呢？他是第一个。你昨天晚上出来了没？我出不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老板房。
乐爷，乐爷，起床了。还没起呢。饿死了。乐爷，哎，门锁的。嗯，这是锁着的。找一下他钥匙吧，看看钥匙孔有没有问题啊？踹开呢。白哥，你的老本行干回来，快！怎么又是娃娃？我们这个有上一季的传统，就是他是踹门那个。啊！踹！哎呦！先别，我是断后的。这窗户也关着的啊。要不踹门进去吧？来吧。怎么了呢？哦。啊！乐爷了！乐爷的衣服上吊了。你看他是被头发缠上了啊！他是被长发魔女附身了吗？不是附身，应该是被长发魔女给搞死了。开灯。哦，太吓人了！哇，这头发，这怎么搞的？开始推理吧第2季第1案，推证1924今夜推了门，正式开始。现在是1924年2月2日上午8点10分。本案死者乐爷是推乐门的老板。经过初步推断，乐爷的死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，而杀他的凶手就锁定在巴力、王传说、白有才、贺少帅4人之中。在本案的游戏设定中，宁少帅与柯少帅暂时没有嫌疑，因此你们是本案的推探。现在，请2位推探留在案发现场，进行初步搜证。我们干活了，来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您说，他死的时候房门是锁的，那不就是密室杀人吗？对，他怎么把他杀了之后，他逃出这个房间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可能从窗户进来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开着的窗？我这个是锁着的，哎，看一下，这边也是锁，这窗都是锁的。他是怎么进来，怎么出去的？我们先看看尸体身上有什么，好不好？看他怎么死的。哇，这捆得很狠啊！这有2把剪刀，直接给他咔嚓一下。来，来，等会儿啊，走着，好，好，拖地，拖这，下，我的老板呢？咋死的呀？又脱人衣服，每季都脱人衣服。没啥东西。裤兜里有什么东西？我看衣服兜里全没东西啊？没有。鞋也没啥东西，袜脱了，裤子也脱了。他这裤衩兜里啊？我浅看一下。浅看一下。对不起了，冒犯了。啥也没有。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完蛋！就一个勒痕比较明显，勒痕很重。那就应该是刚才那个头发是凶器。怎么给它挂上去呢？我们先把这一片看完了。这一片都看完。哎，这张报纸啊，
推乐门全新招募。啊，拿一下。推乐门年收入账册，哎，这里有飞升名单。床，来吧来吧，掀它就完事儿了。哎，来了啊！这柜子都检查完了吗？这有脚印儿，看没看到？这个，哎，是烟灰是吧？我真的每一个地方都不能错过呀！可算找到你们了！你们快看看这个，这是我刚刚在无可奈何捡到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可千万得劝劝他们，别让他们想不开。因为什么事儿呢？无可奈何。再见这个世界，啊，就这4个人，他们都要自杀。案发现场初步搜证结束，我们走吧。请2位推探带领嫌疑人移步至动脑堂，准备问询。来，出发动脑堂。你这套衣服设计的还是真挺酷的，这个漂亮，这身儿好看好看。还有一个保安帽，你回头给我重新弄一个演出服吧。我觉得我这身太俗了。动脑堂。哦，到了。哦，动脑堂，进。本期节目的问询环节将在动脑堂进行，这里表面是药铺，哎呦，很高档啊！实际上是推证的办案中心。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，动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4位嫌疑人相关的部分证据。请玩家们查看证据。查看证据哦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要拆开吗？我们平时都是拆开的。行，待会儿拆吧。我这个证据能看吗？全给我撕碎了。呀，这上面怎么有血呢？问题比较大，问题有点多。这次不才呢，由我跟柯少帅作为这一期的侦探。今天的死者呢是这个我们推乐门的老板，叫乐爷嘛。首先跟大家就分享一下跟乐爷的关系。我跟乐爷其实没多大关系，但是我是他的表哥，柯少帅是我弟弟。对，贺少帅是我的表哥。对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少帅嘛。然后我是巴黎老板的模特。谁不是？我也是。啊，对。白有才呢？没有这个关系。我跟乐爷他帮过我的忙。我很简单，就是一直在他那唱歌，这2年都在他那。2年就成为歌星了。比较努力。练习时长2年。来。还行。接下来呢，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发现场获得的证据。今天的被害人乐爷，案发地点呢就是他的卧室。死亡时间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昨天我们的活动是9点钟结束的，也就是晚上9点到北京。对。那经过我跟柯少帅的搜查，发现他是被这个勒死的。
们3个也够不到，所以呢，现场那个在靠窗户那个桌子可以移动。哦，哎，这地上有个划痕，也就是他把这个拉过来了，把这个拉到这儿，垫着这个桌子，把头发扔到这个横梁上，把尸体搬到桌子上。而且我们也在房梁上发现了拖拽的痕迹，这个地方有2道很强的摩擦痕，头发打结，缠脖子，啪往上一撂，拽，掉下之后，他把桌子移走，这个就在空中了嘛。所以我跟他的初步怀疑呢，是你们4个人当中有1个人模仿了长发魔女，去把这个乐爷杀害了。我们也在他房间的那个柜门门口发现了烧完之后的迷香，他可能是被人先迷晕了之后，然后再给他勒死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进到房间是破门而入的，所有的窗户门是都是从里面反锁过的，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密室杀人案。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疑的柜子，这有脚印，看到吗？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发现了1半的脚印，也就是脚后跟的脚印在这儿，也就意味着这个门板移动过，一个人踩在这个门口，他的脚后跟的脚印遗留在这个柜子底下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房间是有暗道的。这个凶手是通过这个密道来到这个房间，然后做了刚才一系列的手法之后，将他杀害了之后，再从密道逃走呢。但是这个暗道打开方式呢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那接下来由我们柯少帅给大家这个拿出一些物证。第一个证据找到了一个推镇日报，推乐门开启了歌星的招募，只要你年满18岁且无亲无故，并且可以通过身体检查，就可以有机会登上推乐门的舞台表演。它这个地方的招募条件比较奇怪。女性吗？只是女性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疑点。因为我们通过这个，其实可以联想到这个乐爷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第二呢，我们找到了一本推乐门的账册。推乐门是在1910年开业的，一直连续亏损了12个月，直到1911年的1月份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。他说：“我就知道那位上房的客人不简单。”上房客人是指一个神秘人。也就是从这个上房客人出现之后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，然后生意火爆，一直到今天为止。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推乐门的飞升名单，这个证据就比较有意思了，就是在这儿成名的人。对，这上面呢其实就记录了所有的推乐门的歌女。它就是一个表格嘛，第一行是时间，第二行是叫做乐爷推荐，第三行叫推神秘严选。乐爷推荐所有的这些歌女之后，会有新一轮的像筛查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推神秘的严选。这个推神秘有可能是那个上房客人，乐爷肯定是给他打工的，他的这份生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然后这个名单上面有一个不太明白的点啊，就是他在乐爷推荐的这一行会划掉名字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，就会有划掉的名字，然后下面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名字。我个人的推断是他换人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飞升名单上面看到了巴利的名字。然后巴利呢是在推神秘的严选这一轮呢，巴利的打了勾又给划掉了。
几月份？时间点是？巴力是1923年的2月份，所以就要问一下巴力和乐爷还有这个推神秘发生过什么事情呢？在1923年的2月份，我在推乐门短暂的工作过。做什么呢？做过裁缝，就是缝缝补补。哎，那既然在推乐门做裁缝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名单上，又被打了半个叉呢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做过歌女，我是一直在做裁缝。就你只做过裁缝？对。没事，你好人。它可能确实一个特殊的存在。这样，第4个证据是我们的工作牌，因为这一个星期是巴力时装周。对，然后这个星期呢，你需要凭这个工作牌来进出推乐门。你们的房间里面是不是都有工作牌啊？哦，那有啊，那有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那个老板的那房间发现了他的工作牌，但是他的工作牌少了1天的，也就是1月31号，30到1号，31号没有啊？有种可能是31号的被人拿走了，还是什么？凶手，我假设他拿走1月31号的牌子，那他就可以提前进来，布置案发现场，且做准备工作，因为他是1号的晚上死的，就提前1天嘛，对吧？还有第5个是最重要的证物，就是你们在场的4个嫌疑人啊，你们最近开心吗？就是我们找到了4份遗书。分别是你们4个人写下的，但是在不同时间点的。怎么到你们手里的？被一个动脑堂的人捡到了。这是我刚刚在无可奈何边上散步的时候捡到的。啥呀？有才绝笔，有才。你要自杀？哎，巴力绝笔。每个人写的都是至暗时刻。啊？都要自杀？为什么你们想死？能说吗？至暗时刻。现在还不太想说，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过得不是很好。我那段时间很痛苦，就混不下去了，就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那个意义。无可奈何的跳了无可奈何，对不对？我呢，被一个恶人冤枉了，我有口难辩，没办法，我去跳了无可奈何。然后这个恶人是谁呢？哎嘿，发生什么了？我一头雾水，我现在。那个白有才呢？这样，先让我猜一下。我豫剧呀，他是垂涎我妹妹的美色。妈呀！然后想追她，然后结果没成功。这个时候他小伙不想活了。天哪！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我真是无语了，我。哥哥之心能体谅。那所以现在你就是还保持着这个想那个？当然不是，现在就是充满阳光了。对，充满阳光了。因为暗恋我妹妹，对吧？没错，他给了你希望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认了是吧？对，是，认了。OK， 那就行了。我真是，但能得到的一个信息什么？妹妹跟哥哥关系很好。当然，那是自然。很好，你妹妹自杀你都不知道。他当时不在。在下宁少帅。我当时不在，我去打工了，给人当保镖。
当保镖，然后之后他看我非常能打，然后就给我收为继子了。我现在是宁少帅的。那妹妹是亲生妹妹吗？亲生妹妹，不像吗？我俩长得。像。说实话，还真挺像的。像吧？眼睛一样大，对不对啊？厉害啊！哎，那我插个题外话，你们真的跳过河吗？跳了呀，都跳了。对啊，是跳了。你进去了？嗯。然后你们还活着？啊，神奇吧？接下来呢，从我们巴力开始分享证据。巴力还在拼图呢。巴力，哎，我好了。开始啊。就是这一堆撕碎的信，是从王传说包间梳妆后的抽屉里发现的。它上面写的是：10岁时有梦想，大家见你很可爱；20岁时还算鼓舞人心；30岁时还在梦想，撞到头破血流，很丢人。翻过来后面还有一个自画像，自画像旁边还有一个上件、下件，然后写了个7。然后下半身写了3，我估计这应该是写他的身材比例。这个身材比例是因为自卑才画的吗？不是我画的，是人家画好了，就我在那唱歌的时候，人家就给扔在，要侮辱你的。我那会儿，我说实话，真的很受伤。我从小就一直特别喜欢唱歌、跳舞。有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到了推镇。我发现皮勒蒙有一个女歌手叫粉凤凰，被她影响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应该为了我的梦想去努力一把。于是呢，我就到了推镇，在街边就卖艺。我练声的那种方法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。气儿呼，气儿呼，眼儿刚开始吧，还吸引了很多人过来，就都过来看。但等我真正一唱歌了，全部都跑了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来了一个贵人，是一个就你们仨这个头的，1.9米个头。完了来了之后就开始数落我，说我唱歌，说你这调比我们家那门槛都还低，啊，说就你这歌唱的比这个1个礼拜前那个菜都还要烂。这当时把我真的你没打他？我打不过呀，1.9米啊，我打不过。我当时就跟他解释，我说怎么了？我说我追求梦想有什么错呢？完了，当时他就给我来了一句：30岁的时候你说你有梦想，而且还为梦想碰得头破血流，你就很丢人。啊！我当时真的，他把我说的无地自容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走到那个无可奈何，走着走着，我扑通一下我就。你还记得那个人是谁吗？1.9米的一个嫌疑人是不是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仨之一呀。化成灰我都记得。贺少帅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哇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你竟然是如此这般之人！先别急着指责我，大家别忘了，我刚刚说了，我为什么去挑无可奈何，就是因为王传说是罪魁祸首，有反转。
一个是在他的沙发上发现你一个唱片，演唱者是王传说。这个封面上还有一句话，他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些连努力都不敢的人才丢人。这歌名叫什么？光树一夜黑，光树一夜黑。倒过来念。从右往左念。黑夜一束光。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。没事，光树一夜黑。你的至暗时刻是这一次。光树一夜黑。然后呢，这个要不要就说说这个他是谁？就在我跳入河中往下坠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拖着我，就是激励到我的那个女歌手粉凤凰。救了我之后，她就带着我教我唱歌，我俩就搭着唱。于是乎，我就这么着进了这个推乐门。可是乐爷你知道就特别狠，他不给我工钱。他说推乐门都只招这个女的，于是呢，这个粉凤凰他说没关系，他说从我的这个钱里边拿出一部分给他。你俩就是一个组合，对不对？一个组合，我俩凤凰传说。你叫传说嘛？对，他是凤凰嘛？对。其实这首《黑暗里的光》就是我想写了，就是想送给他的。哦，这歌是的确不错，真好歌。据说现在传唱率很高。黑夜的一束光，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。你叫我勇敢的闯，借我温柔的肩膀。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，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。光束的一夜黑，差不多了啊。也就是注意那个，也就是注意那个，也就是注意那个节奏哈，就是稍微再稳一下。好的，老师。哎，我一定尊重原著。哎，注意节奏。好。哎呀，还挺尊重原唱的，对我心里边还是挺踏实。白有才到你了。我的是贺少的。贺少包间的桌子上有一个推阵大瓜，10月刊啊，推阵第一页 B King 啊 B King 啊 B King 贺少帅，推阵人尽皆知的B King。每日热衷于在街头与人各种比拼，本社记者见证3次贺少帅与人比拼的第一现场。挑战1：笑着吃完龙眼配砂糖橘，无人赢过他。挑战2：比自转5圈后谁能弹中瓶盖，无人赢过他。就是转5圈，然后拿手指弹那个瓶盖。哦，这个很难弹到的。怎么弹？来，你给演示一下这个游戏。我不会，你得问他呀。行，你看啊，先得有个人先拿着瓶盖，然后呢？这样啊。你太高了，你得往下弯一点。哎，对。待会儿也不能把这个拿开啊，也是一只眼弹。4、5，不手不能收。好，就这一只眼瞄着。哎，那也能弹到，怎么样？很厉害。贺少帅真行啊！来，快，让哥来看哥。不行，我就这么我也弹不着，我这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。没事，可以慢点的，不用太快。对。1、2，哎！别！哎呦，真晕啊我！3、4、5，好，哥，站直！哎呦我天！没事吧？快放在哥的眼前让哥弹。
OK， 成功了，是吧？来，发力一下。哎呦我天！4、5。这个更快。你什么情况？哦，他是跳舞的，他过去老转。他是跳舞，他就天天这个嘛，天天这个嘛。我说呢，他是这个贺少帅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拿第一？你看人家把你灭了。我们继续聊啊，第3个挑战，比谁能在推阵躲藏4个月不被发现。这个挑战他输了，他仅消失了20天呢，被人发现晕倒在街头，后颅骨遭人重击，导致失忆症。就是你被打完之后失忆了是吧？对，然后醒来过后是我爸妈在我身边，而且那时候之后我的脑子就不太好，我时不时都会去街上的动脑堂去治疗一下，但是一直没有治好。我一直想找出是谁在我背后打了阴谋棍，我觉得那个人肯定是跟我有仇。他得罪人太多了，你。这就是我在失忆之前的一个经历。失忆之前你记得呀？后来我爸妈帮我回忆了。那他们要骗你呢？他有没有可能骗你呢？哎，这个我说的肯定没错，因为我弟弟会帮我作证。我今天晚上给他一闷棍，我第2天告诉我是他哥，他就信了呀。那这个弟弟就不能是假的吗？你能替他作证吗？他一脸茫然。我是你哥，你还记得吧？我知道你是我表哥嘛。对啊，表哥嘛。咱俩不是一个爸妈呀。不是，你认识我爸妈呀？我的意思。我认识。妈。就你也不能确认他那个后来的爸妈到底是不是他爸妈？你怎么证明你爸妈是你爸妈？你们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？那没办法。好，那我继续再说另外一条线索，就第2本。推阵比 King 升级为推阵第一颠功。近日，推阵第一比 King 贺少帅接连出现异常行为，他的精神状态令人担忧。王传说向本社记者透露，自从他见义勇为之后，遭受了贺少帅凶狠的面对面威胁。贺少帅单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大声的怒吼。详细对话如下，你们现场表演一下。你为什么那样对我？别装！我现在站得直了。我就是看见了，眼见为实，你是不是发病了？我清醒得很，我只想要一个结果。苦果亦是果。你为何那样对我？倘若你真的杀过人呢？逻辑就是他说他杀过人。当时我是去咱们推阵上的动脑堂去找堂主治脑子，等了半天，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堂主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刚回去就被巡捕房的人抓回去关了5日。他们跟我说，动脑堂的堂主在诊所里被杀了，然后说为什么抓我，是因为说是一个叫王传说的。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那天我是下午去抓药，我就看着贺少帅进入了老堂主的这个问诊室。等我把药抓了之后，我心想我跟老堂主打个招呼呗。结果我进到那个问诊室一看，老堂主已经死了。眼睁睁看着这有假嘛，对不对？
虽然确实我怕他，但是我在这个事儿上，我觉得人命关天，开玩笑呢。你怎么会还怕我呢？我当然是怕我现在已经没有名，没有地。你是没有名，但是你有1.9米啊。他7.3呢，问题是7.8啊。不，我7.3分，哥，对不起。我说怎么就给我降到1.73米了？我这没有哥。哎，不是，但你刚刚不说你没有见到堂主？我真的就是没有见到。我看他进去的。那最后老堂主死在了哪？就在问诊室里边。在问诊室里边。我说我当时因为看就只有他进去了。我在诊室里等他了，但是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老堂主。他瞎说，因为我进去看见老堂主死在那儿了。我真的没有见到老堂主。没有人进去了呀。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你可以说我是一面之词，我也只是给巡捕房就提供了我见到的事儿。你们两个现在口供对不上，肯定是中间有哪个环节信息缺失。几种可能，3种可能。第一是他俩一个人说谎，第2种可能呢，他有病，他进去了，他不记得了，他发疯了吗？他不脑子不好吗？第3种可能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人，他是2个人，这是我随便想的啊。对，是双胞胎之类的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对。所以你被他诬陷你是杀了人了，所以你去跳河的是这个顺序吗？是因为他导致了我被所有人都唾骂，对，狗都骂他，街上每一个人每一条狗都说你就是凶手。他怎么说的？我想听听狗怎么说话。凶手。对，而且甚至我被我爸妈赶出家门了。OK。对。那你为什么没自杀成功呢？那就是跟这个黑夜的一束光有关系了吧？这首歌竟然这么红。他说：“别让清白者害了自己，你从来都不需要自证，活着就有机会。”这个他是谁？他在我跳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把我从水里捞出来了，也就是我在濒死之际，他像一束光一样，成为了我生的希望。他是你生命当中的黑夜一束光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后是救我出来那个人把我收留了，所以我一直在他那儿干活。对，这是你的妹妹巴丽。你救的他。现在我也妹夫了，不是没有。对，你救了他。他救了我，给了我生的希望，他也照顾了我后面的日子嘛。因为我被我爸妈赶出来，我再也不是少帅了。是你救的他吗？不是，我没救过他，是在岸边，我看到他躺在那里，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啥，我的那个裁缝铺。我在水里的时候，就有一只手把我给捞上来了，捞上来之后放到岸边了。真相大白了，其实不是我妹妹救的你，你只是在河边碰巧碰到她了。哦，你是收留了她。对，她在河边睡着了。你就认为她救了你，对吧？对。你说你和乐爷没关系，但是这出现了一个带血的手镯，然后还有那个乐爷的一张画，上面画了个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杀人灭口？实话实说吧，3天前我在大厅看到巴丽，神色很慌张，我就很担心他嘛，然后我就其实跟着他到了他的包间，等他出去之后，我就发现了有一个带血的手帕，里面包了一个带血的镯子。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带血，是不是巴丽受伤了或者怎么样的？我就找人问了这个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我得知的消息是，乐爷说这个镯子的主人是他的仇人，乐爷要干掉他。那
既然镯子在巴利那儿，是不是乐爷想干的人有可能是巴利？巴利会不会有危险？就你想把这个藏起来，就是保护巴利。所以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，就对乐爷产生了杀心，但是没有进行啊。你怎么证明你没有进行呢？来，那我们贺少帅的证据了。我的证据呢，都是白有才的。第一个证据啊，是很多张的抵押票，是在白有才包间衣架下面的手提箱内发现的。抵押的物品有王婆婆的瓜、强强哥的鱼、陈大哥的金牙、窦娥的锅、荣奶奶的针。我炸死你！荣奶奶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这都是这些人给我的呀。所以解释一下吧。我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贫寒的一个家庭，从小呢，我妈找了一位先生，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白有才。但你们家这个姓有点麻烦，不重要。但也是从小经历了这些，就是身边的人的这些，都说，哎呀，你一定就是很厉害啊，天才少年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考上了推市的大学堂。因为家境又没那么好，我们镇上的这些人呢就支援了我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拿这些东西去换了钱，换了钱了拿去念那个大学堂。还有一个证据，一块布，然后布上面呢有字码头。为什么会有这张毛巾？在那打过工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当我出来这个很大的世界之后，发现我就是学不动了，就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我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优秀了。我只能去扛麻包去挣钱。他在那个码头打工，让我给碰上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完了，我当时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不能这样，你是辛辛苦苦考上大学，而且所有人对他都是寄予了非常高的一个期望，所以我就激励他。但我当时说着说着，我发现他好像这个话触及到他的灵魂了。你骗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白有才，你真是愧对你的名字，愧对你的父母，愧对你的父老乡亲，亏得我们掏出家当给你众筹学费。我当时确实我有点激动，就是因为他对你否定了。你这重拳出击之后，我又决定要跳河轻生啊！真的啊！哎呀呀，那我这对不起你。我其实当时就是想，就是怎么就是刺激一下，但是不重要，我不怪你。那行，我怪你。下面一个证据就是这张唱片。这段话就是他当时救完我对我说的话。这个他是谁啊？就是我被救起来之后呢，然后我就回头看到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妙龄少女在往回走，然后我就偷偷的尾随她，发现她是巴野，啊不巴利，对，是巴利啊，巴利救了我。不是，我没救过他。有一个自作多情的少年，万万没想到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来，这个就精彩了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。第4个证据呢，是一张代写的寻人启事。此人穿着怪异，佩戴着如图所示的太阳花样的配饰。这个胸针也在这儿，是一个代写的胸针。
此女子极度危险，是我们推乐门的大仇人，见到此人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，有重谢。乐爷。然后上面写了，一定不能让乐爷发现这胸针竟是他的，所以说这个胸针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他佩戴的。也是在30号那天，推乐门的保安就问我，说有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人？我说我没有啊。他说是我们推乐门的仇人，你要给我们及时上报。我说好。然后呢，我到了巴里的房间之后，看到就有一个手帕的上有血迹，然后我才打开一看，哎，发现了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胸针。我以为巴里是推乐门的仇人，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救命的恩人啊，也是我的一道黑夜里的一束光。对，我都要保护他，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就拿走了。明白，为了保护他。对，我就是要干掉他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传说哥啊，来，我这儿有一个这个关门告示。裁缝铺关门告示。亲爱的顾客，我们非常抱歉的宣布，裁缝铺只营业了1年，就因某种原因决定即日起关闭门店。巴黎地摊，大甩卖，上身长，下身短，特制成衣，上身就给你打造。给我打，没错。这又是一个巴黎裁缝铺关门告知亲爱的顾客，巴黎裁缝铺只营业了1个月，就因为不可抗力原因决定即日起关门。你说一下这个怎么回事？好像从小我都特别捣蛋，就是我做什么事情，反正都会往坏的方向去发展。第一家店是我哥哥推荐我去那边，没做多久，然后店就倒闭了。我哥看我就是那段时间就情绪很低落，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家店。我隔壁那家店铺它着火了，我这家店也被烧了。哦。然后我就又关门了。然后我就去到这个推乐门的门口，因为那边客流量比较大，我就在那边摆摊儿，然后就遇到了你。你就觉得我的设计很好，我觉得你的歌很好，然后我们俩互相夸赞了一番之后，我说我可以给你定做一套衣服，你说可以啊，那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然后我就回去忙碌了1周，为你特地定制了一套衣服之后，你就不见了，又完了，就很倒霉。所以说这个3段经历是我倒霉的上半生的一个总结。下一个是巴黎包间置物架上面发现的一个笔记本，这个笔记本上面呢，这个血迹很明显。这是它前面都是它的各种设计手稿，很漂亮。你看吧，这很漂亮，很帅，前面很帅。最后这有段文字，应该是他的商业计划，叫起一个响亮的品牌名。然后是办时装周，请好看的模特儿。这是1923年的2月，寄于推老会。你怎么会在推老会呢？那段时间呢，我在推乐门的后台，就是给一些唱歌的演员啊，去给他们缝缝补补。但是呢，我更想要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。推老会它是一个比推乐门更大的舞台，所以我就跟乐爷讲，我说能不能让我去推老会去当裁缝。然后就在1923年2月5号，乐爷带我去了推乐门2楼的上房，他让我在那边等那个推老会的东家。我等了大概几个小时啊，反正我等睡着了。等我醒过来以后，那个房间它已经不再是我睡着的那个房间，它是一个特别华丽的一个房间。我就到了推老会，
然后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人，他戴着面罩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或者他的身份，但我就觉得他应该就是推老会的东家。他就给我带了一些特别好看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衣服。前3天其实我还有做笔记，我有听那个人告诉我怎么把我的品牌做大做强。然后到了第4天，我就是在这个动脑堂醒过来的。那你在第3天在推老会住下的时候是清醒的吗？我应该都是清醒的，因为我还有做笔记，我有听那个人告诉我，我有去跟他沟通。然后到了第4天，我就是在这个动脑堂醒过来的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然后我就看到有乐爷站在旁边，然后他跟我说推老会被抢劫了，然后我被刺了一刀。你被刺了一刀？对。那你能确认那个血，笔记本上写是你的吗？嗯。之后你就想跳河是吗？哎，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一个好的结果，而且我还会连累到身边的人。我这个人就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霉运吧，梦想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就觉得也没什么活下去的一些。我跳河那天，在那个无可奈何的那个河边在走，我在想，我该就是怎么样跟这个世界告别。因为你想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想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当你要去离开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去想很多。所以当我走在那儿的时候，倒霉的事情又来了，我踩到了一个香蕉皮，我滑下去了。这么倒霉啊！这太倒霉了。谁救的你？对，这个最关键，谁救的你？因为沉到水底，你会有那个昏迷的时间，你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些东西。我有看到这个手镯和这个胸针，然后我就被一个女生救上来。所以说这个太阳花胸针跟太阳花手镯是那个女生吗？对，是我们真正的救命恩人。那女人救你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话？就是这个女生，她要跟我说，坏的事情总会带来一些好的经验，不要总是去抱着那些坏的心情，去期待总有一天会发生的美好，活着就会有机会。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就是粉凤凰？有可能。巴利身上有一个点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就是那个裤上面，他打的半叉是啥意思？巴利是特殊的一个。陈柔哥，你觉得谁的便宜最大？目前来说，还觉得我真是大仇人啊！骂一句恨一辈子。现在传说的杀人动机都没搞明白，他跟乐爷的人物关系都没搞明白。其实还有个粉凤凰那个关键人物吗？我那个太关键了，那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故事。对，你觉得是谁吗？巴利呢？传说。对，王传说。为啥？女人的直觉。你看我们几个相对像好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就确认了他俩的杀人动机，他们两个都杀人动机都还没有。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，在本期节目中，作为凶手的玩家都将面临 X 的考验。如果真凶玩家在考验中取得成功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进行黑化。对，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是有没有被黑化。我俩肯定知道对方谁是坏人啊。如果他被黑化，我们没不是，有可能 X 挑战没完成，我们连凶手都不知道，我们帮谁啊？
被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步走的，哎呀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，小兄弟？你这么开心啊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真没事儿。你不要说你有没有事儿的问题，我们自己会判断。我没事儿，我真没事儿。目前王传说还有巴力的杀人动机我们还没有找到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对他们2个人的休息室进行一个搜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从那个王传说开始啊，好，行吧？你带我们去你的屋。来，欢迎。来。这歌星的屋，这门怎么这么小啊？没有，这是我的化妆间。哦，平常就是在这准备。我毕竟是我们推乐门这个唯一的哥呀。哎，这是粉凤凰吗？对，粉凤凰。来搜一搜。衣服搜了吗？衣服好像没啥东西。衣服没啥东西啊？哦，没东西啊，就这么点东西啊？不可能吧？来，26、27、28、30、29、31、1，那是齐的。哎，大家看这个，你的搭档表面上被乐爷介绍去了推老会，实际上被乐爷送去了一条不归路。你一定要小心乐爷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23年2月7日，一个好心人。这个好心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这个确实不知道。这是在2月7号，突然一下就是我演出完了回来，我就发现了这，粉凤凰，他是在23年的1月30号，突然一下就不辞而别。完了，我就去找乐爷，乐爷就跟我说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叫推神秘的人，完了直接把他推荐到那个推老会去了。完了，乐爷就告诉我说，这是粉凤凰人生特别好的一个机遇，所以让我呢千万就不要去找他。哎，你这么多年在推乐门，不知道推老会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吗？我只知道那是我们这儿有演员飞升去那个地方，但是因为我没去过，而且对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凤凰，粉凤凰，这是哪来的？这个，这是哪来的？这个一说起来，心里边难受。哦，这个是我送给粉凤凰的。你送给他的？我送给粉凤凰的，但是这个的发现，居然是1月30号晚上，我去找乐爷的时候，发现杂役在那扫地，地上就有这个带血的这个粉凤凰的头饰。当时我拿着这个头饰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因为这个粉凤凰它不可能摘下来，而且怎么会出现在乐爷的房间？关键上面还有这么浓的这个血迹。我就赶紧把刚才那封这个好心人给我写的这封信，我就对照起来了。我整个人，我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重视这一封信？
你的搭档被乐爷送去一条不归路，你有问过乐爷吗？我去找了乐爷之后，他就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我糊弄了。所以你想杀他？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，我觉得我现在要保持镇定，我不能让乐爷看出任何的一些端倪，所以我压制住了所有的愤怒，心想我该怎么去弄他。所以你就把他杀了？没有，我没赶上。杀人动机有了对吧？还以为乐爷把文皇给干掉了。对。行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巴利的房间吧。好，走。巴利的房间。巴利这有很多衣服。哎，巴利这里有牌子。这排了几个？1月26号、1月27号、1月28日、29、30、31、1号是齐的。齐的放那儿吧。送给贺少帅。送给贺少帅。来，你自己打开，也是送给你的。送给你的。送给贺少帅。送给贺少帅的。啊，心碎吗？啊，我心碎什么？他又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的变心太快了，这男人。这么快就不爱他了？我只爱救我的人。别再假装淡定，白有才，不要假装淡定。瓜子儿是掩藏不住你看在心里边的难受的。你要进入角色，你先马上哭一包。哎，难过难过。给2个瓜子儿。现在不应该我们这种吃瓜群众吃瓜子儿吗？哎呦，你这有点暴力残你太暴力了啊！不珍惜。贵重的是礼物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动脑糖，脑好人专治外伤导致的脑部损伤，脑袋疼。他知道你被打了一棍啊。我那一棍子是我打的。啊？因为是这样，就是当时呢，我就是比较倒霉那段时间，我就感觉我背后有人在尾随我，而且鬼鬼祟祟的。然后你就打我一棍子。我就觉得这个人图谋不轨，然后我就走到你背后，我就打了一棍子。你当时有在尾随他吗？我在比赛中，就是谁能在4个月之中不被发现？就我虽然说曾经是个恶少，但我也不至于尾随别人，是吧？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，这东西不好说。那会儿打他一点都不冤啊，就该打呀，应该打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就看到你躺在那个河边儿。你没认出我来吗？对，我认出来了呀。然后我就叫你嘛，我说，哎，你醒醒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然后你就已经不记得我了。然后你后来又跟我讲你无家可归，所以你才睡在这儿。我就觉得那我就收留你呗，毕竟是我给你打傻了。然后呢，我还去这个动脑堂买了药给你，所以作为一个礼物，是我的一个道歉。为啥又没送出去呢？这不还没送就发生这些事情吗？想说这个秀之后，我再跟他坦白，然后跟他讲，哎，就是当时是我打了你一棍子。行，
来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再找找，还有吗？还有啥呢？哎，这是一个漫画哈，一个姑娘旁边俩小男孩。小姑娘是我。这个画呢，是我小的时候来推乐门玩，上到2楼，然后我在那里就遇到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一个男孩。他说话是4个字儿的往外吐字儿。就这个孩子，真害怕呀，好难过啊，别这样喽。他说话是4个字儿的往外。好难过啊，别这样喽，太可怕了。白。本人巴力，关门弟子，明白有才，师徒协心，共同制一。您讲话都很有特点啊，4字4字的。白，他都是4个字说的。所以他是其中跟你玩的一个男孩，那另一个是谁？他喜欢翘脚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翘脚男孩。我，对，真的啊？啊，你是翘脚男孩？对。啊，那你们3个从小就认识啊？但是我完全不记得这段事儿了。是当时玩着玩着就到了上房隔壁，他当时给我们教了一个新的一个游戏，就叫做萝卜蹲。后来呢，想走但又开不了门，我们就很害怕，然后就哭着绝望着就睡着了。我们睡着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很轻柔、很温柔的一个女生的声音，就是后面不小心落到河里的时候，我听到的那个太阳花小姐的声音。哦，这句话是你自己写的是吗？活着就有机会，是我自己把她的话记下来了，就是我在那个河里的时候，她救我。太阳花小姐的话，这个是。对。你们每个人捉你们被拉上来的时候，那个救你们起来的人不都说了一个鼓励你们的话吗？对。说活着就有机会的人是太阳花小姐的话，那救你们3个人的人就是太阳花小姐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2个手帕吗？为什么这上面有血啊？这个手帕是我在1月30号的时候，我去到乐爷的房间，然后我发现了那个胸针和那个手镯，然后我就拿我的2个手帕，我就把它包了起来，放在了这个盒里。等我回来以后，发现就是里面的物证，这个手镯和这个胸针都已经不见了。这是我找的那个太阳花是吧？对。所以你认为乐爷把他给杀了？对。因为乐爷他的房间里的这些东西，我会觉得说有没有可能会是乐爷他杀了这个女生？我就觉得说，那个女生她救过我，我一直觉得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所以你也想杀乐爷？是。我信你，我信你个鬼！我信你。首先，她是我妹妹，这是第一点，这是我保持我的人设，这是第一点。第2点，她这个说的东西很合理。你个 X， 你在这干什么？你这混淆视听。她是我妹妹，我一定要信她。但是我现在这一轮发现问题最大的，我就是你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，我一点不觉得他是凶手，你绝对 X 凶手，你这是胡说八道，真的。淡定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心里有数了哈。有人吗？哎，有没有人呐？找乐爷啊。乐爷，找他有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找他给他买那个鱼啊。乐爷。我告诉你，乐爷死了。什么？乐爷死了。呀。我觉得有点眼熟啊。你怎么觉得我眼熟？我老在这儿演出，我天天在这儿演出。哎，你跳过河吗？你怎么知道2年前，
对对对对对。2月1号，对对对你跳的河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有你是去年11月6号跳的河。是。还有你哦，好漂亮，你，和这位小兄弟，你们去年3月2号跳的。是谁救的我们？你难道是你救命恩人？救命恩人！我只爱救我的人，我只爱救我的人。你们3个是自己爬上来的，自己爬上来的。那你看我们跳河，你没有救我们。我吓死了呀！我不知道你们干嘛呀，自己跳下去，自己爬上来。你就这么巧，全部都目睹了这一幕。我在河边钓鱼啊，每天都在那钓鱼。钓鱼啊！确定他们3个是自己爬上来的？我确定，我看到的，我确定。没看见其他人吗？我们跳河的时候没有看见其他人，就是他被个小姑娘救了。我被粉凤凰救了。哎，照片拿来看一下。这个你认识吗？哦，这个是救你的小姑娘啊！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们为什么说被人救了？我是听到声音。那我们印象中就是被人救了呀。鱼怎么办？谁买啊？你多少钱？你搞得像你有钱似的，你给我掏出1块钱我看看。你买是吧？你给多少？啊，没有，我就问一下。我去别的地方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人要鱼。行，他是客观看到你们3个人爬上来的，那就是确定的一个线索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有别人救你们的这个记忆？而且还话语都很清晰，有点离奇了啊。那要不要去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上上房看看？要去，一定要去。上上房在哪里啊？走，上去找吧。去回忆一下小时候。上上房在哪里啊？是这个。这应该是上上房隔壁的房间吧？对。仅供上上房客人使用。那这个是上上房，对吧？上上房，这还得想办法打开呢。找应该在钥匙应该在这里。对，先到这个里边找吧。哦，对。哇哦，哇，这个新的环境。哦，上上房这不错呀，有台灯，很豪华。哇哦，真好。这儿还得开这个大功率电器，推神秘的吗？推神秘啊，这个应该是要开的。朋友们，这个上面有2把钥匙，又到了动脑筋的时刻了。这钢琴这肯定他得研究研究，这肯定是一块摁。你们能听出来这2个音吗？自小不懂音乐。周可可。这个，这不是哆来咪发嗦吗？这不嗦吗？这不哆来咪发吗？嗦发，对，嗦发，嗦发变成那个数字是多少？54。嗦发，沙发。沙发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沙发，真的，谐音啊，玩这种的可以。我沙发提示你2个沙发。这个乐言从谐音搞到这个英文了，已经。sofa，我们跟搬家公司似的。快 sofa， 把沙发移开嘛，我们试试呗。来，往外。啥也没有。这抱枕里没有东西吗？什么也没有。看看这拉链，对，拉链拉开。什么也没有，这也没有，拉起看看，掏出来是吧？掏出来。啊，这回事。哎，这有钥匙啊！
真假的？真的是啊，以为是很高级的那种密码。装发是有原因的，厉害哥！这底下写的仓库，隔壁，仓库的隔壁。来人了！在我房间里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这是我的房间。你是认识歌星王传说？哎呀，我歌迷。哎呀，你好，柯少帅。你认识我吗？宁少帅，正是在这儿。你好，你是推荐最好的采访，天才白有才。哎呦，我人设高起来了。幸会。看着有些面熟。你如果不认识他，你就白在推正混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干嘛？有些面熟啊，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？八段姐。八段锦是谁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了。八段锦，嘉伟，谁？嘉伟是贺家伟。贾伟赫。你到底是嘉伟还是贺少帅？你父亲是谁？你认识我吗？不记得。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，你们都不应该进来。钥匙拿了没？出去。走。嘉伟出去。嘉伟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推神秘的房间，谁都不能进来。哦，推神秘。你是推神秘啊？那位上房的客人不简单。从这个上房客人出现之后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，然后生意火爆。飞升名单记录了所有推乐门的歌女，像筛查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推神秘的严选。歌星的招募，年满18岁，无亲无故，只是女性。这个推神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？你到底是嘉伟还是贺少帅？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，你们都不应该进来。我推神秘的房间，谁都不能进来。哦，推神秘啊，你是推神秘啊？你赶紧告诉我，粉凤凰呢？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好，等我先出去。就是这个，撤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阿推。嘉伟，怎么是嘉伟八段锦？你怎么回事？八段锦。嘉伟，我不知道。你真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开了。哇，这库房里边东西挺多呀。库房，哇，这库房。首先，刚才有2个信息点，他和他有新的身份，有可能是双胞胎之类的。对，双胞胎之类的。双胞胎？你知道我双胞胎吗，哥？他肯定不是双胞胎，她是我亲妹，我可以证明她的存在。一切都不好说。亲妹 X 先生，你注意一点 ，X 先生。不是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现在混淆我们呢。我们先把这个屋的东西解决一下。也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是在这个屋在这儿玩过啊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哎，这儿。
哦，这是你们小时候画的是吧？对。活着就有机会，活着就有机会。是谁触发了什么机关吗？活着就有机会。这里有一个门被封了。活着就有机会。对。活着就有机会。哇！哎，哇！活着就有机会。哦，也就是你们小时候在这玩，听过这句话吗？对，就这个声音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华生辉我也认识。啊，快看一眼，快看一眼。活着就有机会。白色通道。哎，那得把门打开吧。把这个弄开吧，这钥匙啊，开锁的。这有什么吗？没东西啊。哎，这里有个报纸，《推镇日报》。近日，我动脑堂著名心理学家推心洞教授公布了项令人惊讶的实验，实验对象是一组年龄在5到10岁之间的儿童，让孩子们在封闭房间内体验绝境下的压力，同时反复让孩子们看到一幅森林画报，将森林形象深深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。当这些儿童成年后，每当陷入绝境，会不自觉地产生身处森林的幻觉。推心洞教授在关注推镇居民的心理健康，如您出现精神错乱、记忆混乱、幻听、幻觉等现象，欢迎致电动脑堂电话号码01326916，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一会儿。附推镇首批电话已完成安装，正在启用，分别位于推镇各职能机构、动脑堂接诊大堂、推乐门老板房。如您想致电动脑堂，可前往以上几处。这去老板房给他打电话。打电话，走吧。哇，越来越复杂了，我感觉。哎呀，乐爷，来打电话吧，来，0132，来，通了。喂，您好。喂，你好。推心洞医生，请问你是谁呢？我是王传说。王传说，你不是我今天预约的客人，我预约的客人叫王哥。那我是王哥。王哥是个小朋友呢。再见。他还让你夹起来了，得来夹，你来，小朋友。巴力只能你来了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推心洞医生，请问您是谁？医生你好，我是王哥。哦，王哥呀，那个你终于打电话来了，刚刚有好几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打电话，都吵死了。我经常听到一个声音。什么声音呢？就是有一个姐姐，她说要让我好好活下去。那个姐姐在哪跟你说了这些话呀？我不知道呀。在那个房间。我们被关在一个很废弃的房间，然后我们玩了萝卜蹲哦。玩了萝卜蹲，还听到了一个姐姐的声音是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就被人救出去了。哦，那你可要注意了。我曾经在大洋彼岸做过一个实验，就是如果你在小时候很害怕、很绝望的时候，听到过一个声音或者看到过一个画面，那你长大如果也遇到了同样特别绝望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会重复出现，让你产生幻觉。
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内心的强大，往往只有自己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，你问他有没有想跟我们说？哎呀，王哥小朋友，你旁边好像还有大人在说话呀，他们有什么疑问都可以一并问我的。没有，姐姐没有。啊，有，我们有。你有没有认识在推镇也会做这个实验的医生啊？哎，这是你爸爸吗？对。王爸爸你好啊。哎，你好。其实这个实验并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们遇到跟这个实验类似的情况，那么其实就是这个理论可以支持，但是你们永远都不要低估你们内心的强大哦。再见啦。哦，所以是他只是提出了一个理论，一个实验嘛，就是人在小的时候，当时会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他，然后长大之后再一次遇到绝境的时候，他们就自救了嘛。没错。但幻觉那个胸针又从哪儿来呢？这个胸针太真实了，我觉得。那是有证据啊，它花儿啊什么的这些都在呀。有没有可能小时候是真的有这个人救了我们？对，现在就是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就是他们3个没有见过这个人，只是在那个房间被困住之后，听到了里面房间传出来的声音。你是这个意思哈？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3个真真切切的见过这个人，就是有过这么一个人存在，救过他们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解开的东西吧？我觉得是。那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密室啊。那个密室是打不开的。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回到乐爷死亡案件的本身。乐爷这个房间也是有暗道的。在哪儿吗？在这儿，就在柜子里面。哦，这有半个脚印。凶手肯定是从这个地儿进来的。对，现在我们想的是怎么把这个机关打开。我们看看这个屋里有什么方式能把这个门打开。还有这个太阳花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代表着什么？这上面是不是可以放一个指针呢？如果把这个找到了，可能一排列就能找到一个什么密码。哦。哦，是这个不？哦。哎，长短针啊！我就觉得这个麦克风是有一点活在身上的。哦，这不是表吗？哦。它上面还有这个时辰，还有这个子丑寅卯这个东西。哇，聪明啊！不亮了之后呢？乐爷生日，有人知道他生日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在房间发现过账本、飞升名单、1月31号的那个牌子。新世界的大门在那年被推开。在那年被推开。新世界的大门在那年被推开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10年这个地方开业，亏1年，然后11年开始遇到那个客人之后，推神秘之后开始盈利嘛。推乐门是在1910年开业的，一直连续亏损了12个月，直到1911年的1月份，推乐门就开始盈利，那就是1911年。1911年吗？对，19点11。7点11。哎，对呀，耶！开了！哇！哇！哎，等会儿。哇！好多钱啊！都是金银财宝哎。这不是那天的钱吗？这是推神秘的。啊，不是吗？是。乐爷这儿藏了很多东西啊。契约。乐爷每月向推神秘推荐歌星去推老会发展，推神秘承诺每月为乐爷提供4条小黄鱼。他给他推荐女孩，对，然后每个月拿钱，对他每个月给他钱。推神秘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改乐爷的推荐人选，这就是你们发现的那个本上，把它划掉，完了又换人。第4条是乐爷承诺推荐歌星具备推神秘所需的所有转约条件。第一个是孤女，就是说白了弄不清楚自己父母是谁，就没人去，他们丢了也没有人去找，没有人找的孤女，且身体检查通过。一旦身体检查通过，且是无亲无故的孤女，这么可疑吗？身体检查是什么？所以他找这些女孩，不见得是要去那个哪吧？说是去了推老会，但实际上是去了隔壁房间做实验。这个推神秘是在搞事儿，凤凰很有可能就是被他带走，有可能。这个哎，这样，我们猜一下这后面是什么？我猜是通道推老会，是吗？不知道，有可能啊。我看一眼，是个房间哦。这房间很漂亮啊，而且有办公桌，有台灯。各种名人字画，他是往两边滑吧，还是怎么着？进不去了，卡住了。往两边滑吧。快爆破！这个剩下这个就是要你爆破了，这个真的是要爆破，这绝对是要爆破的，这个后面是要踹开的。快爆破！干什么？你给我收！是你爆破的，又不是收尾，你去收尾。怎么收？起来！各位老师们，来，让我们白大炮给我白大炮给我打开，白大炮上，给我破开，来，哇，这太暴力了，这么难吗？哇！我都说了是要爆破，真的是要踢开。走。天哪！小千，哦，这么一个。哎，小心！哦，这是老堂主的办公室。哦，动脑堂。哦，动脑堂。哎，面具。这儿还有，这什么？小庸了，小庸了，迷庸了。迷庸了，笑庸了。这是迷香。
迷香一款让人迷晕了的香，吸入后即可昏迷。哎，门口点的是不是就这个？这个可能是迷香。迷香，如需对它使用，请佩戴面罩，要戴上面罩。哦，凶手肯定戴过这个面具。对呀，因为他点过那个。来，我们效用了一下，来吧。这啥东西？太合适了，你很像。他也挺符合，也很符合。他也不错，都差不多呀。你要干什么 ，X？哎，这还有火柴，还有手套。这是使用过的痕迹。凶手一定是在这个屋里拿了这个迷用了，然后从这个密道进入了老板的房间。所以乐爷只知道他的金库。对啊，他不知道这面有人想偷他的金子。是啊。出去看看。而且下了3天的雪。那现在外面连下3天的大雪已经停了，诸位住在3家巷的贵宾们可以先有序的离开了。这是想说没有脚印是吗？如果没有脚印，他是怎么出来的？谁？哎，你们几个从哪儿来的呀？怎么上2楼去了？这2楼的办公室呀，是我们老堂主的办公室。自从老堂主去世以后，这2楼的办公室就一直空着。那上面没什么东西，快下来吧。行，那你们先下。你们小心一点，下来的时候注意一点安全。啊，注意。哎，我们这东老堂的院子都很久没有清扫积雪了。你们看，这干净的连个脚印都没有。你们随意吧，我就先进去忙了。凶手杀完人从这走，不是？那他怎么下来的？这玩意儿没留下任何脚印儿啊！啊，从这儿你看啊，上面唯一的有可能是爬这个柱子。那这也太难了吧？这个对于凶手来说，我觉得有啥难的？你从这儿翻过来，这很高的，他一定会有一个逻辑。为什么凶手就不会轻功呢？你会轻功还用走密道？你直接缩骨功从门缝出来得了呗。吊的威亚也可以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啊，你说他作案的时候是用头发绑的人吗？不管他是用头发还是用绳子，他一定是有东西的嘛。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上去检查栏杆之类的呀？你看这顶上有没有刮痕什么？这顶上没有。那就是不是从那儿下来的，因为一个人的重量起码得有点什么划痕之类的。这个是。哦，这玩意儿还能抽出来啊？对啊，
这个可以，哎，这个可以，都能抽是吗？都能抽。那也就可能他是利用这个下的楼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你想，他如果说是他把这个抽出来，拿一层走一层。对啊。那我们就算破解了这个没有脚印的手法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也就知道我们凶手作案的行动路线了。对。反正这个人是得和动脑堂是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的吧？你来过动脑堂吗？你管我来没来过？不是，我说之前，我来过呀。来过呀。你为什么来动脑堂？治病吗？你管我为什么要来？你拿到证据我再告诉你。我们模拟了凶手的行动路线，一定是从这儿出来，往回走嘛。也就是我们有可能出去看看这条街上有什么东西，会不会？是的，可以看看。我们回到了，推了门。好的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亲爱的推了门。那现在，我们知道凶手的路线了，已经。对。哎！你们几个是推了门的吧？啊，是推了门的啊。对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，我是邱师傅。我刚刚呢接到我们推正的电力公司的通知，说你们推乐门现在有大功率电机在运转。大功率电器，推神秘的吗？你看，这个呢会影响我们整个电网扩展，所以赶紧把这个大功率电器给关了。这是推乐门的用电须知，我还有事儿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啊。如果使用大功率电器影响区域用电时，必须及时关闭电器。如无法关闭电器时，可通过以下方法关闭电器所在房间的电闸。同时按下位于推乐门2楼走廊歌星画像附近6个按钮，直至灯光恢复全亮状态即可。葫芦娃出动，行了，每个人占一个位置，走吧，走。歌星旁边啊。这个吗？啊，那么高啊！我够不着。这么高的按钮啊，我们哪摁得住？你们个高的去。我试试。我也够不着，我也够不着。算了算了，不是这个好离谱啊，够不到啊！你们仨还够不着？够不着，太高了。咱俩去找矮的吧。找矮的吧，这。哇，这个猪腰子。这个也高啊，这儿有一个，这个你可以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在这儿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咱俩就一个这个，一个那个。那我按这个吧。你那个吧，那我这个呗。我这个吧。拿个凳子吧。我不用，我不需要。何必为难自己呢？白裁缝拿凳子，他已经搬桌子了，就他的鸡贼那样。准备好了，说一声啊，各个点上报一下。凤凰、蓝水晶、凤子、猪腰子。猪腰子，他真的叫猪腰子。下班啦！霉运连连。3、2、1，哇哦！摁住数秒，干嘛？然后呢？一直摁着吗？我后面有人。我感觉我旁边有人。哎，
快走开走开，我知道你过来了。别！怎么了？快抓住他！快快快！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各位贵，是我，我是陈哥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们了！我不是推证日报上写的那个长发魔女。你为什么要假扮呢？我这不是听说巴黎要在这里开个巴黎时装周嘛，所以想坏他的事儿。哪儿啊？我这想的正好捞点钱，这可不比我理发给大家赚钱的时候来的快多了吧？哦，是你干的呀？我承认，丁丁是我借走的。乐爷死这个事儿，但是乐爷绝对不是我杀的，肯定是别人干的。我这有证据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带大家去看，来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哦，还有证据。证据在哪儿了？店就在对面。忒好看理发店。来，巴力，你的钱之前大家的定金都在这儿，我分文未动啊。你的定金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证据。你们看，我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我真的不是长发魔女。我之前我好不容易攒齐了这一桶长发，但就在前天晚上1月31号8点半，我去上了个卫生间，一回来不知道哪个家伙把我的头发全给我偷了，一根毛没剩下。哦，当时那个偷我头发的人还落了个东西在里边，你们看看这个有用没？30到1号，31号没有啊。有种可能是31号的被人拿走了，还是什么？也就是我想说，偷头发的时候这个掉在这儿了，然后呢，他的少了，就把那个谁乐爷拿走了。哎，这个是我家的传单，来大家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忒好看理发店。我们先回去说吧，这很冷，好不好？杀乐爷的凶手去理发店，在31号的时候去偷头发，偷头发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工作牌落在那儿了，所以他把乐爷的工作牌拿走了，啊，这就证明了这个凶手是从那地方拿的凶器。那我们大家说一下31号在干嘛吧。啊，我先说啊，我31号我一直都在这个推乐门去整理衣服，从早上到晚上7点钟，然后7点钟呢我就到对面调整了一些衣服的东西，供模特穿的，然后大概在晚上10点钟我回到了八家巷的家里睡觉。睡觉你回家了？对，10点回家了。说一遍你的。我7点的时候就去买鸡了，那个鸡店老板肯定可以证明我买了一只鸡。鸡店在哪儿？3家巷推土机。推土机？推土机什么？有推土机那个店，有那个店。9点到了家。9点到了家。炖鸡汤。开始炖鸡汤。对。10点40，我去8家巷他的单人宿舍去敲门，给他喝鸡汤。但是没人回应，我只能回家把鸡汤给自己喝了。传说你的31号的时间是什么样的？
我是在这儿写歌啊，我写完了之后我就奔他家了，我想找他改。出发的时候应该是8点半，我到他家是10点45，结果我敲门没有反应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等到第2天早上，他一来我就叫他改的嘛。那他不骗人吗？他不是说他10点就回家了吗？因为忙了一天很困，我那天就睡。那你呢？我呢？我在家。3句话没有睡先？有，8点50他来我家，让我给他改衣服。我们3个都一起啊。他们这时间线都是可以涂的。这是我家的传单，看一看。可提供上门理发服务，服务范围限10公里范围内，最远可到达8家巷。它这个要说明的信息就是从3家巷到8家巷是10公里的距离，有没有挺远的？晚上7点钟呢，我大概在晚上10点钟，我回到了8家巷的家里睡觉。我7点的时候就去买鸡了，9点到了家炖鸡汤。出发的时候应该是8点半，到他家是10点45。我在家，8点50他来我家，让我给他改衣服。白的时间我是可以给他作证的。8点50的时候，白有才是在8家巷。如果他要作案的话，他怎么着得等到8点半之后通完头发再走呢？来不及回家。对啊，来不及。我们先排除白，然后呢，3个人现在都是自己的说法，除了白的我们啊。没问题。你俩是不是有问题呢？因为你上来你就给他证明。谁啊？我跟他呀？你不需要给我作证，你很奇怪。我替你作证，你还不愿意？你这么玩，你保他俩，然后他肯定保他吧？那他是我妹，我也保了。你给王传说扔出去了。你这太这开玩笑呢？对呀，这2位是我的小玩伴啊，我保了。啊，对他我也保了，我要死保他俩。好，就还是网传说有问题。你变得好快，你这我满脸就写着凶手呗，你这话说的，哥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后面那个案子，其实王传说是你父亲。你把我说，你这个把你父亲害了。还有一个点啊，你看啊，一惊一乍的来说，我看有多精彩的点。就是不是，虽然说这个点可能不是很精彩，精彩。但是你看嘛，就是杀人的那个动机的那个强烈性啊，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强烈一些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天突然看到了粉凤凰的那个东西，就对于他来说，我觉得这个点可能会更强烈一些，就是他不用去顾忌，而且他不用去顾忌，就是到底我们办这个东西，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怎么样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王是符合作案时间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符合？符合绝对符合。你是晚上8点半出发去找巴黎，10点45到8家巷，那中间你有2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，可以从这里走到8家巷，外加去理发店再偷个头发。他是从这儿前往我们的宿舍8家巷的，所以他在这儿是完全有动机跟时间去干这些事儿，然后再到8家巷去找。开玩笑，那我走不到了。要按这个时间点算的话，我怎么能走得到呢？你们
们怎么就那么确定他说的是实话呢？他现在这里头的谎言特别多。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理发店。但是你的问题在于，没有人能证明你9点钟在家。咱们再回想一下，就是这个时间线，因为我们俩人去找他，他都不在。我也是，我是晚上10点40去了他在八家巷的单人宿舍，我也是敲了门，没人回应。你再回忆一遍，你是10点钟回来之后再没出去过？是10点钟回到家里，我就睡着了。对，我也没出去。那也就是，要不你俩说谎，要不你说谎吧？就是没人。就是没人是为啥？你硬要把我推出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你为什么要来做我的徒弟呢？嫌疑人开始互咬了。我为什么要来做你的徒弟？我以为你救了我呀。然后我要报答你，你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。对，然后我要好好做人，不要那个再消沉下去了。那只有8是整个7点到10点，都是在3家。哎，其实我有个疑问，你那个在推乐门和包括晕了，第2天醒过来，突然在了一个华丽房间这一段事儿，对，这段也是挺奇怪的。我总觉得有很多事儿都没说出来，包括他跟乐爷之间的私人恩怨。啊，没有私人恩怨，其实就是那天发现他要动那个戴太阳花的女人，但那个太阳花女人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确实有想杀掉这个乐爷，但是我是打算在2月1号等我这个时装周办完之后，因为我不可能去在我梦想这么久的一个舞台，我不可能说我要在这个舞台之前搞出事儿，所以我就起了这个念头，但我并没有执行。现在决定性的证据还没有找到。对，我觉得不会有决定性的证据，是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不太对，你今天真的很飘忽不定。我的飘忽不定是在什么？你说？你对真相没有那种渴望。没有，因为这个事儿没那么，我想说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，你知道吧？你 X， 我跟你说，小 X。大家思考一下，谁是凶手？最后做出自己的投票。谁呀？因为我知道真凶是谁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保护真凶，那只能把这个脏水泼到了这个我们的身上了。因为我们4个人的动机其实都很像，但是为什么最终选择他呢？也是因为有一点，从推乐门到八家巷的时间可能有一点问题。这是我的选择。我知道我选对了。作案过程其实2位侦探已经
给我们讲过，就是那边有暗室，从暗室里面，那肯定得是一个特别了解这里的人才会做到这样。相比我们3个嫌疑人来讲，王传说在这里应该工作得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因为他在1923年的时候就已经和粉凤凰成为了搭档，所以说我投给了王传说。好的，安息，希望我的答案是正确的。我们几个人当中，大家对巴力还是有那么一点怀疑的，因为毕竟他的这个后边的时间，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究竟是不是说谎了。好了，投给巴力。其实我一直很怀疑巴力之前讲的一段工作经历。他之前在推乐门做裁缝，然后被推荐到了推老会，中间有几天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晚上是怎么睡过去的，早上又突然在一个很新的地方醒过来，这一个点其实都没有解释清楚，我感觉他在隐瞒什么。然后我投的是巴力。我要投的，接下来将公布各位玩家的投票结果。期待。忍不住高兴。你投的我啊？可你觉得呢？现在公布获得0票的玩家是白有才。白有才，我就准备起来了。白有才0票。除此之外，贺少帅也获得0票。哇嘿，怎样？我无语了。在巴力和王传说当中，谁的票数更高呢？两人平票。啊3比3，平票，那这怎么算？那这平票就输了嘛？不会不是他俩吧？不是他俩，那咱们是丢脸了。那么两人中究竟有没有真凶？哎呀，厉害呀！深藏不露啊，天哪！两人之中存在真凶。我在演什么？不要演了，巴力。我真的无语了。真凶就是王传说。这一期呢，我的选择是王传说，所以说我投给了王传说。我投的是巴力，投给巴力。我投的凶手是王传说，投给了巴力。我就根本就 ，X， 你在假装，赶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柯少帅，我公布答案。怎么可能是我？你别装了，你别装了。哎，咱就别装，咱就别装，咱俩勾兑那么长时间。我没跟你勾兑啊，我一直给你发微信啊，一直发短信啊。哎，我一直给他发短信，他居然你们啊？我说我怎么失败呢？你这，我给你发半天你没反应啊？你给我发什么短信？请王传说宣布，你的 X
我的 X 就是他，还用说吗？来，我弄，哎呦，我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以为我没玩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，哎呀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两个坏人，坏透了，我跟你说。他跟我说兄弟，我说哥哥，你说咋弄啊？你嫌疑太大，你该不会想让我推到我妹妹身上吧？哎呀，我这个没办法，我怎么去都很难掰。那只能把这个脏水泼到了这个我们巴力的身上了。没事，你好人，她是我亲妹，我可以证明她的存在。首先她是我妹妹，第二点她这个说的东西很合理啊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我这个票投给了巴力。不好意思了，妹妹啊，也不好意思了，各位啊，抱歉了，抱歉了啊。哎呀，他俩这真的是……不是还有谁投的是我呀？我投的你。你可长点心吧，你被雇佣过去了。哎嘿，就因为我打了他一闷棍儿。现在将公布本案的关键性证据。在王传说作案的过程中，他遗失了自己1月31日的工作牌。他在杀害乐爷后偷拿走了乐爷的工作牌，但是在乐爷这张他偷拿走的工作牌上沾上了假发上的染发膏。太细节了，染发膏啊！但那个要发现的话，直接就搜出来。对呀，对。由于真凶与嫌疑人同票，没有低于嫌疑人的票数，所以本案的真凶与 X 失败。现在是1924年2月2号晚上6点，推乐门歌舞厅老板乐爷被杀案已经调查完毕。由于3家巷仍处于48小时戒严时间内，所以真凶先暂留推乐门，等戒严结束后交由巡捕房接管。虽然我们这个案子结束了，但是目前还有几个疑点嘛，还没解决嘛。第一就是他为什么那个推神秘管他叫家伟？家伟？谁？家伟？家伟？管他叫8段锦。你是8段锦？还有就是推神秘那个房间里有一个大功率的一个锁，我们还没打开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地推老会。无父无母孤女，然后呢，身体符合检查，所以那个标准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那个上房旁边那个仓库里面看到了一个房间，对，没打开来过。那里面是什么？是不是那个地方就是推老会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真的那个白发魔女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。整个应该，我觉得这里边其实谜团还挺大的。接下来将颁发金钥匙。嘿，黑什么黑？黑什么黑呀？没有，没明的。由王传说为大家颁发金钥匙。哎，要这么干吗？哈哈！哎呀，恭喜呀！哎呀，我记住你了，白有才，柯少帅，谢谢，我也记住你了。对不起啊，巴力。哎呀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！合理摸鱼推理王。开始推理吧！哈哈哈！哎呦，哎呦！柯表弟，作为推证第一的比 king，
我回来了。贺少帅人尽皆知的比拼，比谁能在推阵躲藏4个月不被发现。这个挑战他输了。表弟，我用绷带把自己绑起来，你们谁都没有找到我。真表弟？你谁？你假的。你是姜伟啊？还是假的？我贺少帅，有什么姜伟啊？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就你这还贺少帅的脸都没有，我才是贺少帅。各位，真假贺少帅呀？每个人都会有至暗时刻，大家的至暗时刻无非是遇到了什么很大的困难啊，或者说是遇到了很多质疑啊，跟外界的纷纷扰扰也有关系。首先你得就是扛住，你要寻找一个内心自己真正想去追求的一个东西。当你有了这个方向和目标之后，其实外界有很多东西就不会打扰到你。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光，你可以救你自己一把。在你人生中实在是撑不起来的时候，你有双手可以伏地而起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先去排解压力，然后你再静下心来去想，我下一步该怎么做，我该怎么像我妈妈去抱着我一样抱着我自己，给我自己安慰。可能就是因为在就是20刚出头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也有点像王传说嘛，会有一个音乐的梦想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，好像你想成功的话，你还得靠自己，自己变得强大，自己坚强，把那个时期度过之后，你再回头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那个至暗时刻也没什么，你要做你自己黑夜里的一束光。像那个巴力这样的至暗时刻，事不成功，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努力竞争，强大自己来让自己获得更高的成就感。可能有时候别人拉你一把的机会很少，所以说每逢遇到这种至暗时刻的时候，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在本期的故事里，巴力以为贺少帅会对他图谋不轨，于是敲了他一棍子，把他敲失忆了。这就是刑法上的假想防卫。假想防卫和正当防卫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存在的不法侵害。正当防卫有存在的不法侵害，但假想防卫是假想出的不法侵害，所以假想防卫要根据它所造成的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在本期故事里，X 明知凶手是谁，但最后投票没有投他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游戏机制的设定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行为呢？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规定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检法机关报案或者举报。当然，是不是不举报就一定构成窝藏包庇罪呢？这是不一定的。因为窝藏包庇罪要求有主观故意，就是你明知是犯罪的人，而且在客观上要求你帮助其隐藏、躲避、隐匿、潜逃，或者是做假证明等等。另外值得探讨的一点就是，直系亲属也可能构成窝藏包庇罪。在《论语》当中有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但在现代法治社会，这种亲亲相隐可能会导致双双获罪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摒弃的封建思想。我们推证就是有很多奇怪的事发生。你到底是嘉伟还是贺少帅？你是八段锦还是巴力啊？你赶紧告诉我粉凤凰呢？有人吗？我想检修一下这里的设备。哇！推神秘挂了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了24小时内不要再杀人了？但是我有时候控制不住我自己杀人的情绪。4个人都有杀人动机吗？那我们确实是都有不在场证明。有人撒谎了。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，这里的有一个人是2个人，所以就是他了。哎，但为什么不能是你呢？就是用于捆绑尸体的话筒线。贺少爷，你出刀的方式也很熟练呢。你的表情能不能藏一下？我怎么觉得他们是连环作案呢？你这个全家福是谁？不会是那个谁吧？粉凤凰吧？这一位就是我的姐姐。送去推老会的女孩都遭遇了不幸，所以你的杀人动机很强。
有一把钥匙。仓库通道是那个被封闭的门。哎，推老会的房间。我们离开这扇门就死了。我一定逃不掉的，只有死亡。